快乐生活，省钱好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乐活好丢。进入冬季之后呢，呼吸道的疾病高发，不少人都出现了发热、喉咙痛，其中呢被提及最多的还是咳嗽，咳不停，反复咳，尤其是夜间让人难以入眠。其实呢，咳嗽是机体的防御性的神经反射，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还有有害的因子。但是呢，频繁的剧烈的咳嗽，特别是慢性咳嗽，对于工作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天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咳嗽原因，同时呢，推荐一些止咳药与止咳的偏方。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支气管因这个外在的环境改变而受到刺激，引发咳嗽。而外在的环境呢，会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有所改变。所以，当患者因为咳嗽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通常会问3个问题：咳多久了？什么时间咳的比较多有痰没有？是什么颜色？以此呢来协助判断咳嗽的原因。一般而言呢，如果只是在白天咳，晚上不咳，通常呢是呼吸道感染，也就是由细菌、病毒引发的疾病，如感冒、肺炎、支气管炎等等。而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持续久了，就会造成支气管的扩张症，或者是慢性肺阻塞。这种咳嗽呢，多半会伴随痰，会有黄色的浓痰。咳嗽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还会觉得胸口闷痛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的情况。如果是睡觉的时候躺下没多久就开始咳嗽那么所以咳嗽的症状呢是跟平躺有关，多半呢是来自2种原因，一个呢是鼻涕倒流，一个呢是胃食道逆流。鼻涕倒流呢常来自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窦炎等等，因为躺下之后呢，鼻涕顺着往后走，那么经过了喉咙的时候引起了咳嗽，会有一些比较清澈的痰，但是治疗呢是要从鼻炎开始的。胃食道逆流呢，则不是呼吸道的疾病，而是呢胃酸在躺下的时候呢往上刺激咽喉，诱发了咳嗽。通常呢会觉得刺刺痒痒的，因为呢症状还是比较轻微，没有感觉到酸味或者是食道有灼伤感，但是呢会出现久治不好的咳嗽。也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是不是3餐不定时爱喝咖啡或者是爱吃刺激性的食物，吃东西的速度会不会比较快而且呢吃饱了就躺下等等。那么进一步来判断自己是否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如果是半夜或者是清晨咳，多半是过敏气喘造成的咳嗽，因为呢气管是很敏感的，容易因为半夜清晨气温变低而咳嗽。另外呢，这2个时间呢，通常是躺在床上的时候，更容易吸入枕头、棉被当中的尘螨，还有半夜流汗产生的湿气，从而引发咳嗽。这种咳嗽呢，呼吸时会带有这个喘鸣的声音，而且多半呢是干咳，比较容易分辨。如果是梅雨季睡觉的时候，房间很潮湿呢，就容易刺激气管。在冷气房间里呢，也会因为干燥而诱发咳嗽。所以呢，过敏有气喘的人呢，湿度是要保持在60%左右，而且呢，要穿吸汗的衣服睡觉。房间呢，也要定期的清理，否则呢，因为咳嗽导致睡眠品质不好，进一步造成内分泌失调，就会让过敏更加的严重。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畅销的止咳药右美沙芬呢是通过直接作用于大脑中的咳嗽中枢来抑制咳嗽的冲动，那么常用于缓解因感冒或者是流感引起的咳嗽，但是呢不能用于因吸烟、哮喘或者是肺气肿引起的慢性咳嗽。若咳嗽的时候出现大量的粘液或者是痰，也不推荐用右美沙芬。右美沙芬呢常见的品牌呢有 Dexam 还有这个 Robitussin。那么愈创甘油醚呢是祛痰药，它的作用呢是稀释气道中的粘液，使其更容易咳出，从而呢清理呼吸道。愈创甘油醚有助于控制咳嗽的症状加速康复。服用这种药物呢要多喝水。美国最常见的品牌呢就是Mucinex。那么 Mucinex 呢有多个版本蓝色版呢主要成分呢是这个愈创甘油醚，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肺脓肿、支气管扩张和继发性的哮喘等等呼吸道疾病。主要的功能呢是化痰，并且呢舒缓由于积痰而引发的咳嗽。绿色版呢，在原版的基础上呢，加入了中枢性的镇咳药右美沙芬，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而发挥作用，止咳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除此之外呢，京都念慈庵的川贝枇杷止咳糖浆在中国几乎是化痰止咳的代名词，在美国呢也是可以买到的。京都念慈庵的川贝枇杷止咳糖浆呢是一种中成药，主要成分呢有川贝母硫净膏、桔梗、枇杷叶、薄荷脑，可以起到清热宣肺、化痰止咳的功效，适用于风热咳嗽、痰黄、干咳少痰等等的症状，效果是很好的。缺点呢就是有点甜。
与之前介绍的几款不同哈，这一款呢是Vicks Baby Rub 的药膏，它是外用的，而且呢是专为儿童来设计的。秋冬季呢，宝宝是容易咳嗽的，不想给宝宝吃药的宝妈们啊，可以来试试这款 Vicks 的婴幼儿止咳通鼻膏，含有呢芦荟、桉树油和薰衣草精华等等纯天然的植物配方，成分非常安全。擦在宝宝的脚心、胸口、后背或者是喉咙，能够有效的帮助婴幼儿来舒缓咳嗽，疏通因为感冒引起的鼻塞。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几个中医推荐的药膳的小秘方，来缓解咳嗽，效果是不错的。冬季呢，以风寒咳嗽为主啊，主要表现为咳嗽啊，痰稀薄而白，喉咙痒，并且呢，常伴有鼻塞啊、头痛啊、四肢关节疼痛等等的症状。推荐大家用姜杏汤，取杏仁10克左右，泡洗之后呢，去掉外皮来捣碎，再取生姜6克，去皮，加入4克的盐呢，一起来捣碎。最后呢，再加上5克的甘草细粉，一同来拌匀，用开水冲成汤，那么饮用即可，止咳的效果是很好的。还有一种呢是百部生姜汁，用10克的百部和6克拍烂的生姜，加适量的水来煮20到30分钟，去渣取汁，调入一点蜂蜜，饮用后呢也可以缓解咳嗽。此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烤橘子的偏方哈，中医称呢，柑橘类的食物都有理气化痰的功效，非常适合有痰的咳嗽。橘子烤了以后呢，会增加温性，那么减弱腥味。那么腥味呢，对于肠胃道会有一点点刺激。烤了之后呢，刺激性减小了，而且呢，烤焦以后呢，还会突出健脾的作用，更易于消化和吸收。腥味虽然被减弱了，但是它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具有宣散风寒、止咳化痰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哈，大家要用文火来烤制，烤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翻动，使橘子均匀受热，烤到刚刚变黑就可以了哈。一次吃1到2个，一天吃2次。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导致咳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大人或小孩咳嗽反反复复超过2周，可能不是自己在家就可以用药解决的，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针对性的用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不要忘记关注订阅洛城焦点频道。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我们下期见。